Hello，欢迎来到宇宙收发室，我是在收发室里工作的 Holly。那很高兴今天又看到你来到这里领取属于你的讯息。今天我们所要做的占卜的题目是6月份的能量预测。那由左至右的选项分别是第一组、第二组以及第三组。建议大家在选牌的时候先做几次深呼吸，把你的能量往下带，来到一个平静宁静的状态来做选择。 OK， 好，那当然我还要讲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喜欢以及大家的订阅，还有你们的留言分享，非常感谢大家支持这个频道。好的，那话不多说，如果你已经选好了的话，我们就要开始咯。如果你还没有选好，需要更多时间，你可以按下暂停，我们待会见。Hello， 选择第一组的朋友们，你们抽到的这张指引牌是 Choices and Decisions。那这张牌就很直白的告诉我，大家在6月份会面临到一些选择跟抉择的议题。那我们就先来抽其他的神谕卡来看看，还有什么讯息要给一的朋友们。好，大家抽到了 The Seed 这张牌。好，这张牌种子，我觉得6月份对大家来说算是一个播种期。好，是一个播种期，你想要的达成的目标，或者是说你有一个 idea， 好，有一个新的想法，一个新的计划或什么的，它还需要你浇灌很多的滋养养护的能量去让它成长跟茁壮，因为它目前是一个种子的状态。好，那我看到这张牌，好，这张牌上面写着 grounding 接地，但是你有看到它这里长出地球上面长出一棵大树，所以我感觉到是6月份大家大家都有一个非常具有潜力的种子，好，它很有可能未来就会变成这样子的一棵很宏伟的一棵大树。所以呢，在这一段时间，你如何的照顾它，如何的养护它，如何的对它浇灌爱，或者是你的时间跟精力去栽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好，所以6月份对大家来说很大的一个关键是这个。好，那至于 choices and decisions 的这张牌，我觉得大家通常在一个我们很在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常会害怕自己做错决定，或者说做出一个决策是可能会很深远的影响到你的未来的。那关于这个部分，我们就来抽另外的牌卡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额外的讯息。好，能否告诉我关于一的朋友们他们所面临到的所谓的选择的这个部分，选择及决定的部分，有没有什么额外的讯息可以告诉我呢？好，放旁边。我们来看一下 Take action now 以及 Restore balance The inner critic。 好，这3张牌会告诉我就是说大家可能会很着急，或者是说过度的焦虑，关于你会如何的去做出一个决定或选择。那最重要的是你很需要稳住自己的能量。好，那这一张牌的 take action now， 好，就是立即采取行动的这一张牌，我觉得它的行动指的是接地，好，指的是稳住自己的能量，指的是重新回到平衡，就好像这3颗叠高的石头一样，最上面那颗它没有掉下来，是因为它维持了一个完美的平衡。那还有一点就是在6月份可能会怎么说？可能大家有的时候会因为自己的状态而产生更多的批判，更多的自我批判。好，那或许也是说
如果发现你的能量不稳了，你可能反而会批判自己说啊，我怎么又能量又不稳了，我怎么又情绪不稳了。好，那这样子的自我批判其实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建设性，好，没有任何的帮助的。所以大家是非常注意，需要好好的稳住自己的能量场，然后想办法可以维持那个平衡。那还是一样，我觉得灵性团队跟针对所谓的 choices and decision 的这个部分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琢磨，因为我觉得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大家的手上的这个计划也好，或者是说你的目前人生阶段也好，它还在一个种子期，它还在一个你也非常需要你去呵护，去浇灌水、浇灌爱的一个阶段里面。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能量，与其说要你做什么决定，或者说做什么决策，其实你要做的决定跟决策就是好好的把它呵护好，好好的栽培它，好好的养育它，好好的滋养它，有耐心，然后维持自己的身心平衡哦。OK， 好，那我们再来抽一下塔罗牌，来看看6月份还有没有什么是灵性团队想要跟你说的，或者是说6月份的能量会是一个如何的演进的状态。好，那请灵性团队告诉我，选择1的朋友们，他们6月份的能量状态会是如何呢？这股能量会如何带着他们一路往前呢？有什么是可以值得期待的吗？在这个6月份里面，好哦，好。我觉得我刚刚在抽牌的时候，大家可能有看到我稍微停顿了一下，因为我觉得我看到好多只手哦。好，因为牌面上有很多手嘛，那这种手的能量，我有的时候我觉得，怎么说？大家可能在6月份容易陷入一种彷徨或迷惘的状态。好，那在人在那样子的状态的时候，常常会是怎么说呢？你可能会很想要参考别人的意见，问题是有10个人，他可能就给你10个不同的意见，然后只会把你搞得更混乱。好，只会把你搞得更混乱，所以还是一样好，就像我们刚刚这张牌一样，好，接地稳住自己的能量很重要。好，只有你能够为自己做决定。好，只有你能够为自己做决定哦。别人的建议也好，或者说别人的七嘴八舌的一些意见也好，最终还是主导权是在你手上的，好吗？好，那我们来开牌看一下哈。首先第一张是权杖8，放这里。再来是圣杯3，再来是金币8，最后是 The Lovers 恋人，以及宝剑1，还有 The Devil。 好，我觉得这边还缺一张牌耶。好，我想要再抽一张牌，或抽个2张也好哈。看一下，这里1张，这里1张。好的，2张牌。High Priestess 女祭司，以及 The Star。OK， 好，那我看到的是，我感觉到就是说，像刚刚这张宝剑1，我们压在下面的这样种子的上面嘛，对不对？然后上面又有这张权杖8。好，我觉得6月份可能有很多东西是，进展的很快的。好，进展的很快，或者是说，它会给你一种错觉，就是说你的这个像种子一样，这个刚开始阶段的这个计划也好，这个状态也好，你会觉得说，它一切都来得很快，或者说很多，让你有点难以招架的感觉。
好，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一样，回到我们刚刚最主要的讯息，好，就是说你要稳住自己的能量，好，你要稳住自己的能量。那在这个时候，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有不懂的东西去问别人是正确的，好，是正确，需要帮忙说出来是正确的，但要注意就是一样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是不是你问了太多的人，然后那些意见太复杂太分歧，然后让你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判断，就是说谁的意见谁的建议对我来说有帮助，这样子哈。好，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在这个过来这边的这个金币八这里哈，这个金币八基本上它指的就是很努力很务实的，像在打这个基本功一样。好，那所以我感觉到的是，其实6月份需要你去做很多相关的你想要做的这个计划也好，这个企划也好，需要你做很多相关的功课，好，需要你愿意付出时间心力去做这个基本功。那这个只能靠你自己做哈，就是说你只能你有就是说你想做的这件事情，或者说你现在在的这个人生阶段，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是你必须要靠自己去完成的一些研究、一些功课、一些基本功哈，因为它最终会变成你的知识或者说你的技能，所以是要由你本人去慢慢的去学习跟消化，这个东西是急不来的。好，这个东西是急不来的，但是对你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好，所以我感觉到就是说，如果说6月份选择1的朋友们，你们心中其实并没有一个这样子的计划，一个企划的话，很有可能是第一个，这个今天这一组讯息并没有对应到你的能量。那第二个是你还在观望。好，或许有一部分你们还在观望，就是说我有看到一个种子了，我有看到我心中有一个 idea 了，我要不要去执行？好，我要不要去再做更多一点功课，去研究，去观察，去看看这样子。好，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对各位来说哈，选择按部就班的脚踏实地的去做基本功，去做研究，去做功课，然后花时间去滋养你这个想要可能未来想要发展的这个不管是事业也好或是计划也好，好，花时间去栽培去滋养，对你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好，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好，所以这个就是大家第一组朋友们哈，6月份最主要的讯息就是这个样子。好，所以不管那个小小的种子是什么哈，花时间去滋养它，去栽培它，好，花时间去学习，好，花时间去努力，好，去付出你的时间，这个是一个必经之路。好，是这个过程是必要的。那各种其他的状态你要非常注意，就是说要稳住自己的能量。好，然后如果你想要问更多别人的意见，或者说参考更多的资料来源的时候，你要稍微注意一下你的方向是不是太分散了呢？你收集到的这些资料是不是彼此太冲突性太高了呢？那如果是的话，这个方向可能对你来说就比较没有帮助。 OK， 好，那以上就是给第一组朋友们的6月份的讯息，那希望今天的讯息里面有能够帮助到你的部分。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请帮我按个赞。那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还没有订阅的话，可以考虑订阅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Hello， 选择2的朋友们，你们的指引牌是这一张 Walk Away。OK， 那我们就来先抽其他的神谕卡，来看看大家的能量状态如何，有什么讯息是大家需要知道的，在这个6月份里。OK， 好，大家抽到的牌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好，Walk Away 这一张指的是在你身边有某些人事物其实已经不适合你，不适用于你，那你最好能够给你的最好的建议就是转身离开这个状态。
好，转身离开这个状态，因为这个状态可能对你是不 OK 的，好，或者说甚至是有毒的这样子。好，那不管如何，我感觉到的是大家的牌里面有那种建议大家离开现状，好，然后也有那种就是说保护好自己能量的一个来人我界限的感觉，然后又有要敞开的部分，所以我觉得有点忙呢。好，有点忙哈。那我感觉到的是，所谓的 walk away 哈，所谓的要你起身离开的那个部分，是对于你无意的，好，或者是说跟你心中所想要的愿景是，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好，那刚刚这张 Nourish 的这张牌，其实在前一组、第一组里面也有出现哈，所以或许选择2的朋友们，或许在第一组里面有部分讯息会有对应到你，也不一定，好，可能可以去听看看。好，那我感觉到的是，大家在nourish 就是滋养的意思，好，滋养、呵护、照顾，好，去让你的梦想去茁壮的那样子的一个动力，好，那样子的一个作为。那我感觉到的是，大家在滋养，好，或者说大家在去浇灌自己心中所想要的愿景之前，有一些前置作业要做。好，这个就是第2组跟第一组能量不同的地方。好，第2组的朋友，你们有一些前置作业要做，那个前置作业就是你必须要先远离那些对你无益的人事物哦。好，远离那些对你无益的人事物，因为我感觉到就是说这些对你没有益处的人事物，其实是把你拘在一个框框里，好，把你拘在一个框框里，让你施展不开。所以你在跟目前的这样子的能量，你在这样子的目前的能量场里面互动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施展不开，或者是说会觉得就是说很憋，好，很局促那种感觉，就是说我觉得我在这里并没有办法让我去过我想要过的生活，或者是说让我去实现我想要的人生愿景。好，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大家的前置作业了。好，那大家的前置作业就是要远离这样子的一个把你框住居住的一个环境，好，一个能量环境里面。那因为你想要的不管是什么哈，你想要的愿景也好，或者说你想要的改变也好，其实是需要更大的空间让他去自己去成长，自己去怎么说？自己去发展出来的。好，自己去发展出来，你是需要空间的。好，就好像你心中所想要的愿景也好，就好像这个中间这个很亮的光点，但是它需要一个很大的空间，让它慢慢的去扩散开来，让它朝它自己的方向，或者说以它自己的能量状态，以它自己的速度往外去扩散，去演进，去推展。这样子哈，所以这个就是大家的主要的能量场的部分哈。那所以在6月，我可以感觉到是6月份很需要大家做一个所谓的离开，好，一个断舍离的一个前置作业。好，那目的是为了要让你的愿景、你的梦想能够有更好的环境去开展。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塔罗牌，好，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的第2组的朋友说？好，关于大家在6月份的整体的能量状态会如何演进？好，或者说有什么第2组朋友们需要知道的关于他们6月份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6月份主要的能量状态。4张，再2张 ，OK，最后1张，好，出来了，自己出来的 ，OK， 好，首先第1张是权杖2，权杖1，哇，好多权杖，权杖8。金币6，
然后宝剑侍者以及权杖侍者。好哦。这边还有一张牌的空间，我想要再多抽一张神谕卡来为我们做一个补充的说明。好 ，persevere。好的，那我来看哈，我看到的是像刚刚的 walk away 这里，我们抽到了权杖2，好，下面是金币6，你有没有发现它都是一种好像有来有往的感觉，好，有来有往的感觉，然后是两条好像双向道的那种感觉，好，那这个部分我觉得算是一个额外的补充讯息吧。我觉得灵性团队想要跟你讲，就是说当你在跟外界互动的时候，不管是你公司也好，或者是说人际上互动也好，你可以好好的观察一下，就是说你们之间的能量互动是不是双向的，好，是不是双向的，还是只是是你一昧的在付出，然后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或者说回报的，好，或者是反之亦然，好，所以我觉得灵性团队在这边其实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好，就是说就好像就是说，如果说我刚刚讲的是说有些不适合你的人事物环境是你需要做出断舍离的，但是如果你在听的时候你倒不觉得就是说有什么这样的状况的时候，这算是一个小小的检测吧。好，就是说你可以去观察，好，你心中想到的这个人，或者说你心中想到的这个环境，他给你的互动的感觉，你们是彼此有你是怎么说？你们是正常的一个能量的交换，你们的能量交换是平衡的吗？还是就是都是你在付出，好，或是都是对方在付出什么的？好，然后不管怎么样，这个是一个给你的一个参考，一个小小的建议啊。好。那还有一点哈，我觉得还蛮特别的是，在这刚刚的这张牌，好，这张什么 Create Space 的这张，好，上面压了2张很 powerful 的权杖牌哈，一个是权杖1跟权杖8哈，所以我觉得会让我感觉到就是说，因为你们这一组权杖的能量很强哈，就是2、1、8还有权杖侍者，好。我感觉到的是，大家可能在6月份会很容易很冲动，好，会很冲动，因为你可能突然被点亮了一个什么 idea， 一个想法或什么的，然后你就会很想要猛的，就是往那边冲。好，比如说比如说人家说现在投资什么什么好，你就马上冲往那边冲，好的那种感觉，好。但是我觉得灵性团队这部分哈，其实是要大家非常的注意这一点哈，要注意这一点哈，就是说你有这个愿景，你有这个梦想，它很棒，而且你，我觉得怎么说？大家想要的这个东西好，大家想要的这个愿景也好，或是想要的这个未来的目标标的也好，我觉得它给你的感觉就是很像很活生生的，然后你觉得它很有发展的潜力，你非常的看好它，有那种感觉哈，那一种非常有吸引力的感觉哈。但是 Spirit Team 在这里其实是跟大家讲的说，不管它外面看起来怎么样，或者说不管说你内心直心感觉到它的能量状态怎么样，这是一个需要你长时间去投注心力的事情，好，它是你需要你投注时间、投注心力、投注养分去浇灌、去灌溉，好，去滋养的一个事情，好，所以它是长期的，它不是说你现在一股脑的往那边冲就可以怎样的，好，它是需要你不断有耐心、有毅力的去培养它，去栽培它，像养小孩一样，好，去栽培一个小孩一样，慢慢看它茁壮。它其实它需要的能量是这样，好，那但是可以感觉到的是，大家在6月份可能会。就是一整个好像一种被冲昏头的状态，会很想要就是猛的往你那个想要的地方去冲哈。但是灵性团队是建议你
记得要慢下来，好，记得慢下来，好，就是说这个东西是需要你花时间，可能说去做功课、去学习的，好，或者说花时间去探索、去互动的，好，或者说花精力去栽培、去灌溉的，它不是一个你马上冲过去就可以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好，所以这个就是灵性团队最主要想要跟大家讲的内容。好，关于大家的6月份。好，那我想要看一下刚刚塔罗牌我们抽牌的牌底是什么。金币九 ，OK， 好，那我觉得大家在6月份这个金币九的状态真的确实看起来就是很诱人嘛，对不对？好，我觉得在财务上也许是在财务上会有一个看起来很诱人的一个whatever， 一个什么东西然后让你非常的很想要全部都砸进去，全部都 all in 的那种感觉但是还是一样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要有耐心，好，要有耐心，好，要谨慎，好，要谨慎，好吗？好 ，OK， 好，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6月份的讯息哦。那希望今天的讯息对你来说有所帮助。那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别忘了帮我按个赞。然后，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可以订阅哦。下次见，拜拜。Hello， 选择第3组的朋友们，你们的主牌是这一张 Compromise 妥协。那这张 Compromise 呢，是要么就是你妥协太多，或者说你需要妥协。好，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先来抽其他的神谕卡，来看看第3组的讯息是什么。好，第3组的讯息我觉得在抽了这些牌之后，感觉又更明确了好，我感觉到的是，这个妥协指的是你妥协太多。好，你妥协太多。好，应该是说，与其说你妥协，倒不如说你觉得你不要太醒目，好，或者说你不要太放光，好，可能对你来说比较好。好，就是说你可能可以比较融入这个群体，或者说你可以比较怎么说比较不会让人家觉得奇怪。好，那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第3组的朋友们可能你们比较敏感，你们比较敏感，或者说近期之内你们比较敏感，那你可能很难不去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或者说很难不去在意别人怎么看你。好，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正常的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心境跟过程那但是我今天我觉得你有看到，就是说在我们的牌面上，这里有一朵玫瑰，好，这里也有一朵玫瑰，对不对？好，那玫瑰其实它象征的就是爱，象征的是一种高频率的爱的能量。那我感觉到的是第3组的朋友们，你们其实心中或者说你们的振动频率其实本身都是有这样子的能量，有这样子的频率在振动着。但是不知为何，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说但是我不想要就是引人注目，或者说我不想要让自己或者是说你可能会有一种错觉，就是说我觉得我表现得像什么什么样子，可能别人会比较容易可以接纳我，或者说我可能会才能够在这个环境底下可能比较吃得开。好，我觉得大家好像心中有这样子的想法在你的脑海里面在回荡着但是其实今天6月份的讯息其实是想要跟大家讲说，其实这样子的想法或者说这样子的作为只会让你在你的内心深处更加的分裂，更加的分裂。你可能会渐渐觉得好像越来越生活越来越无趣，或者说越来越觉得好像很容易就会觉得不开心快乐不起来的那种感觉那我觉得原因有一部分就是因为你有一点像说怎么说，有点太过
也不是说保护，好，应该说你们有点害怕让自己变成焦点，好，或者说害怕让自己的光芒展露出来，好，但是我必须要说，好，抽到这些牌，我觉得我其实直接听到一句话，就是说你展露的光芒，好，让别人看到你真实的，好，那个充满爱的以及高频的那样子的一个状态，其实是帮整个地球，帮这整个世界一个忙哦。好，所以光是做最真实的你自己，好，不要去故意调暗你的光芒，其实你就是在帮大家一个忙。好，虽然你可能逻辑上并不这么觉得。OK， 好，那我们来抽一下塔罗牌，好，来看看大家6月份的能量状态大概是如何，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点，或是灵性团队是否在此刻有什么讯息想要跟大家讲哈。好，能否给我关于第3组朋友们的6月份讯息？好，我们再来个2张吧，好，再来个2张好了。告诉我关于第3组朋友们的6月会是如何？好，首先第1张是权杖5，再来是金币7、金币5以及圣杯8。好，再来是圣杯国王以及圣杯1。我们这样子摆好了，让它摆下来。可以看一下，我瞧一下味觉。好，我感觉这个位置好像可以再抽1张牌，好，我们再多抽1张神谕卡，来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额外的讯息要给3的朋友们。Difficult emotions， 好的，大家有没有看到又有1朵玫瑰出来了？好，所以好。我觉得在6月份，好，你可能会有一种状态，就是觉得怎么说？我觉得你有一些心绪上、情绪上的挑战需要克服，好，需要克服。那其实它来自于，就是说，你觉得，有一部分当然是，我觉得有一部分当然是因为大家选择3的朋友们，你们天生可能比较敏感，好，就是天线打得比较开，你可以感知到的资讯，好，你可以感知到的能量远比其他人都要来得多，所以对你来说，光是要消化处理那些就已经让你觉得很疲惫，好，已经让你觉得很疲惫。那我也感觉到的是，大家其实在一个环境里面并不是真的那么的怎么说，大家其实在一个没有很友善的环境里面，好，所以在这个环境里面可能有很多的纷争，有很多的竞争，有很多的不同的声音跟冲突，常常会需要你迁就，或者说常常需要你去妥协，好，而这个部分其实1、2次还好，可是如果经常都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当然会非常的心累，好，当然会觉得心很累，好，那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好，我可以感觉到的是有一个很有缺点，我看到了，你有看到在这个金币里面，正中间的金币里面，这里有一个城堡的图案吗？好，那这张牌就是城堡嘛，好的 castle。 好，那我感觉到的是在这个所谓的城堡里面，在这个城堡里面，其实你其实是怎么说？你其实在你这个在这个环境里面，其实你的能量是最我要怎么说？最具包容性吧，好，最具包容性，然后也
很愿意去付出，好，很愿意去付出，站在一个支持别人的角度里，好，那所以我觉得该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很多东西无形当中都是对你来说其实都是还蛮耗能的，好，对你来说都是还蛮耗能的，而且是长久以来一直都是如此，好，所以我看到的是渐渐的你们的能量可能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会觉得说能量好像一点一滴的在流逝，然后一点一滴的被消耗殆尽的感觉。好，那所以我感觉到的是就好像有有一些动漫或者是他们要开所谓的 AT 立场的时候，是从自己的内心，从自己的核心的位置去发出光芒，然后一路扩散出去到你的身体肉身体的能量场之外，然后去用那种很强烈的光去把敌人或者把什么东西给击退的那种感觉。我看到的是在6月份会有一个契机，会有一个契机让你得以去修复那个长期以来一直被不管是内耗还是外耗我觉得就是耗这个字我觉得6月份会有个契机能够让你去修复自己这种内外耗能的状态。内外耗能的状态，那修复的契机的其中一个关键点就在于就是说你是否接纳自己，你是否接纳自己跟别人的不同，你是不是能够真的看清楚就是说没有错，其实我就是跟他们很不一样，我跟他们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我是一个跟他们完全就是我们不是同类人，那我有我的理念，我有我的想法，我有我对应事情的模式，我有我应对的，我有我回应的方式，那我觉得我有这个样子，才能够让大家把耗在外面的能量收回来，真的去体验到自己与别人的不同，去正视到就是说其实自己是一个非常有能量，然后非常有爱，然后很包容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你是要扩大自己内心自己本来存在于你内心之内的一个爱的能量，或者是说一个很稳健的很友善的一个振动的频率，要把它扩散出去，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还有一点就是说我觉得6月份也来到一个点，是你必须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内心，好好照顾自己的情绪，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转化。所以对于选择3的朋友们来说，6月份心绪上情绪上的转化，信念上的转化，看来是一个还蛮重要的关键。那还有一点就是说该踩稳的立场就是要把它踩稳，因为你一路走来你已经迁就太多，你也妥协太多了，现在不是要你继续迁就，也不是要你妥协，而是要你做回原本的自己，散发出自己本来就有的频率，散发出自己的光芒。 OK， 好，那我想来看一下刚刚抽牌塔罗牌的牌底是什么。好，大家抽到的是这张权杖8。好，权杖8，这张牌3组里面都出来耶。好，那所以我觉得这一切的转化会来得非常的快会来得非常的快。也就是说一旦你套用这样子的模式就是说我要接纳我自己，认知到自己与别人的不同，然后散发出自己的频率跟光的话，一切会很快的翻盘，会把它转过去。那所以就在于就是你的意愿以及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角度，或许这个部分就会需要做一些调整了。OK， 好，那6月份我觉得好像能量都来得很快因为像刚刚这样权杖8前面2组也通通都出来过所以大家都是在一个很快速的能量场里面在做调整跟做转化，所以也祝福大家能够趁着这个事变成一个让自己更喜欢自己的一个版本。 OK，
好，那以上就是给第3组朋友们的讯息。那如果今天这个讯息对你来说有所帮助的话，不要忘记帮我按个赞哦。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也喜欢这个频道的话，可以订阅咯。那我们有机会下次再见，拜拜。